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。今天我要来分享发酵榴莲炒猪肉的食谱。看完这一集影片，你就能炒出好吃的发酵榴莲炒猪肉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每逢星期一、四、六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我们先来看看发酵榴莲炒猪肉所需要的材料。发酵榴莲150克，猪肉片100克，蒜米15克，白糖适量。首先，我们拿一个不粘锅，然后加一点点油在锅里，我们把它烧热。我们尽量要用不粘锅，如果用普通的锅呢，那个发酵榴莲会炒到粘锅。接着我们把猪肉片倒下去，我们要把这个猪肉片炒香、炒熟。我们尽量用有一点肥油的猪肉，因为我们要把这个肉片炒香，炒到它有一点焦香的。如果你们用太瘦的瘦肉的话，等下炒出来这个肉就会变到干很硬。我们通常都是看到有煮同胞拿发酵榴莲来煮巴丁鱼。今天这个发酵榴莲炒猪肉是厨师肥肥家里独特的吃法，我一吃就上瘾咯。我们就是要像这样把猪肉炒到焦香的，然后才把蒜米倒下去，也把这个蒜米炒到有香气。当蒜米还有猪肉都炒到香气十足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发酵榴莲倒下去。我们要把这个发酵榴莲也炒到有香气。大家知道什么是发酵榴莲吗？发酵榴莲就是 tempoyak， 它是一种发酵后的榴莲酱。做法是把熟透的榴莲果肉取出，然后加入少许的盐，接着让它自然的发酵而成。味道呢是酸酸的，带有独特的榴莲香气。我们可以用中小火慢慢的把这个 tempoyak 炒到有香气。我们也可以加入适量的糖，因为每一个人做出来的 tempoyak 味道都不一样，有一些呢就很咸，有一些就带有一点酸味，所以下糖的分量你们要自行调整咯，放到你们自己喜欢的口味。这个 tempoyak 如果你们自己不会做，在外面也可以买得到。通常卖榴莲的档口或者在有煮同胞的菜市场里都可以买得到。如果你们对制作这个 tempoyak 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哦，我会制作一个视频教你们如何制作这个 tempoyak。其实这个发酵榴莲不一定要炒很久，不过我就喜欢把它炒到有一点像这样焦香的，吃起来有一点焦的味道，很香，很好吃，很下饭。开饭前先来个温馨提示吧，我们尽量用比较肥的猪肉来炒 tempoyak， 因为我们会把猪肉炒到出油，吃起来会比较香。如果用太瘦的肉，那个肉炒出来就会很干很硬。调味料也就是白糖的分量，你们可以自行调整哦，因为每一个人制作出来的发酵榴莲咸度都不一样，所以白糖的分量你们要自己拿捏，放到你们觉得有一点咸甜，觉得味道 OK 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们喜欢吃辣，你们也可以在炒的时候加一些小辣椒哦。
你们可以在一些榴莲档口或者有族的菜市场买到这个点波鸭，他们通常都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卖。下课，吃我的最爱点波鸭炒猪肉，完成了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，点波鸭炒猪肉，也可以叫做发酵榴莲炒猪肉。点波鸭是一种源自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传统发酵食品，以水果之王榴莲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。将新鲜榴莲果肉加入少许盐，经过几天的自然发酵后，就会形成带有酸味和独特香气的点波鸭。它的味道浓郁，微酸带香，气味强烈但非常开胃，是东南亚料理中极具特色的一种调味食材。今天的点波鸭炒猪肉非常的成功，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用榴莲来做成美味佳肴，而我却超爱这道美食。只要有这一碟发酵榴莲炒猪肉，我就可以吃上2碗白饭哦。这道菜吃起来是咸咸甜甜，再加一点酸酸，因为它是放盐去发酵的嘛，所以吃起来自然而然就会是咸的。如果在制作点波鸭的时候，盐的分量放得不多，发酵出来的点波鸭就会带一点酸味，这是正常的。所以我们在炒的时候可以加入适量的白糖，吃起来就是要有一点咸咸甜甜酸酸的味道。如果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们，我强烈推荐你们去试一试这一道美食，说不定你们会和我一样一试难忘，真的非常的好吃。今天的发酵榴莲炒猪肉成功，大家对我们今天的作品满意吗？满意的话，请帮忙点一个赞，还有多多把我们的视频分享出去哦。分享食谱与美食，轻松在家做料理。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让大家轻轻松松做出美味料理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要帮我们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。谢谢大家。